视频接上回，大清早前往 JFK， 从新泽西去曼哈顿的人或许还不算多，但一旦前往机场，那可真是人山人海，可见 JFK 的日吞吐量。今天我要搭乘美国航空从迈阿密转机前往哈瓦那。在机场，我碰到了第一个验证，需要工作人员人工核对，不过应该他经常碰到这个情况。一番询问后，也没什么大问题的放心了。非常有意思的是，如果你去古巴订酒店，你一定要选择支持古巴人民，而不是选择去旅游等其他选项。我们贴着海岸线不断地往南飞，大约3小时后，我们就到达迈阿密的上空。今天天气不错，能见度也很高。迈阿密不愧是老美心中的度假天堂，一座座临海别墅就建在那边，一看就是富人区。到迈阿密的一瞬间，我就感觉燃烧起来了，这整个热度。好，从今天开始我就进入夏天了。迈阿密机场也是一条直的过道在两边，跟迪拜机场有点像，是不是热带的机场都是这样？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来到迈阿密，基本大家第一件事，现在厕所换衣服必须得脱呀。这什么东西？为什么它在自己动？它跟我一起在走，哎，惊了！看看我看到了什么？哎，这不是大金鱼吗？就在这里买到了夏威夷。我感觉在南欧那边，你要买这种带菠萝的都要被骂死。我的登机口在第2，我从第40多走到第2，整整走了大概有30分钟。再次让我看到这喷射的冷气，好感动。因为古巴也算是一座大型岛屿，所以哈瓦那靠近北加勒比海，从飞机上可以看到狭长的海岸线。我觉得除了我们江浙沪这一片泥沙黄的东海，其他见到的海洋都有一种立刻想跳进去游泳的冲动，真好啊，羡慕了。哦，终于出来了！现在是夕阳，很漂亮的夕阳。我现在最后可以去赶一下那个巴士，因为刚才那个路上实在太慢了，耽误了我好多时间。还要过海关排半天，安检又要来一轮。现在地面温度大概是25度，有点潮湿，不过感觉 OK。这云好漂亮。这就是加勒比海岸这边的那个 shuttle bus 在这一边。现在是有一个司机找到我们说15拼车，然后我和这个大爷就一起，他好像是个旅行者，就有帐篷的那种旅行者。那我们两个就一起拼车去市区吧，不然我要等1个小时，很尴尬。就是刚好错过，我就看那辆车从我面前走的，主要是我不确定是那辆是不是我的车，不然应该敲一下车门让它停下来的。Whatever， 现在也行了。没想到这趟出租车还让我获得了意外的惊喜。这个司机说是家人亲戚都在西班牙，因为这儿也讲的是西班牙语。他自己则是在酒吧兼职做歌手。我听了他的唱法，一看就是练家子。You are so good, amazing. 一路上有这样的歌声相伴，让我感觉这地方更加古巴了。我一下车，它空调开太冷了，我眼睛又变这样。但是我现在好像很顺利来到这边，我要找一下我的 Airbnb。这个街哦，真的是，我问他安不安全，他说是安全的。酷。虽然地点准确，但因为没有网络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看起来其实没有门牌的 Airbnb。This is your control deck. Oh, okay, no. Really higher. This is open and this is control the temperature. Okay, no problem. I got it. Yeah. Thank you. The Wi-Fi, it's work, right? Okay. And this, yeah, is for the
我想说，晚上的古巴真的是黑漆漆哦，因为这个电力确实是不太发达。然后这个房子大家看一下就好。我也没带 Pocket 出来，明天白天的大家看吧。我今天先去一家中餐馆，先摸一下地形，因为我不确定这周围的就当地人餐厅 O 不 OK 了。所以我看都是黑人在吃，所以就有点。我的 hell， 这儿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？这也是中华街了吧？哪儿都有中华街，真的也是蛮神奇的。我竟然在古巴吃中餐厅，而且还是2个老外穿着旗袍来给我点菜上菜 ，unbelievable。但是这个氛围一看就是很古巴了，你也想象不出，就感觉可能有点像泰国，但是其实真的差别挺大。而且这边特别潮湿，在下雨的时候。不过雨下那么大，我该怎么回去呢？我没有伞哎，要死！我可爱的番茄炒蛋上来了，就这么点，价格并不便宜哦。我觉得这里中餐价格普遍偏贵，饭也就那么点。包心菜倒是给了一大盘，我在这里吃的比任何地方都要清淡。The next morning， 早上我才能清晰地参观房东的家。不得不说，房东的家真的很大，而且装饰考究。这虽然是木瓜、菠萝和香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 omelette 和 cheese sausage 做的面包。这个味儿真的很好喝，是颜色有点奇怪，但是它真的很好喝。这个就很难评，有点油油咸咸的，就看下面很多油，看到以为是焦糖，但是其实有点咸，不是那么甜，有点像巧克力蛋糕。这地方湿气特别重，因为早晚下雨嘛，然后其实又是个闷热的，这什么？那就是整个房子都很潮湿。虽然他们打电风扇啊，然后通风也挺好的，但是整个城市它就是水汽蒸腾的，所以我的房间也挺潮湿。我感觉长久住在这里不会湿气很重嘛，有点像比广东可能还要潮湿一点感觉。房东其实是一位退休教师，在这里因为他的学历非常受到尊敬。他在周末和晚上会教授小学生的物理、化学、历史、语文、英语等一系列文理科项目。我来的第一天晚上就看到他在那边上课，其实还是挺有意思，我还甚至听了一下。虽然晚上的这里各种的落后简陋，但是白天哇，真是太漂亮了！这儿颜色超级鲜艳，而且有这种叫什么加勒比海特色的音乐，真的太好看了！蓝天白云，这条路一路可以通到海边。我感冒好不少，因为昨天睡得挺好，虽然湿气大，但是似乎还不错。让我们去看一看。那这地方真是太神奇了，我觉得是一个很 amazing 的城市。哈瓦那真的是，你看一边它地上还在滴水，然后对面就有很新的吉普车。那这房子呢，看起来厚厚的，但是阳光照射下呢，颜色又如此的鲜艳，我真的很难去评价这个事儿。哇，哈瓦那这城市很好玩，我感觉。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加勒比海了，因为它是靠着北面的，我知道南面那边肯定是加勒比海没错。但这个海看起来就很蓝。然后后面也有高楼大厦，然后在这边就是我住的那块片区呢，就是很居民房。这里的温度，哇，这海浪都拍上来了。这里的温度呢，就是大概27、8度左右，但是早晚呢，它会降到20出头，所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冷。如果早晚穿短袖的话，不过，正午的时候，现在当然不是正午，现在是上午嘛。那正午和下午的时候，我相信肯定是穿不住的，就一定得短袖。还有一件事呢，就是现在是断网的状态，所以我也不能搜东西来介绍这些，包括地图都是用的离线。那昨天呢，我住的那个地方它是有 WiFi 的，但是它那个 WiFi 很搞笑，房东他是要开一下，我不知道 admin 那个东西吧，然后输入自己的
用户账号才能说接通，就有点像拨号上网，你知道吗？就用钱要开通一下，然后它应该是有个时间流量限制的，然后不足的时候就要充钱。那网速呢，确实不是很快，但是你说不快嘛，好像也还行，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堪。但是每次哇，这个就是装置好帅啊！它代表的是什么寓意呢？就有很强的那种苏联式巨户的装置特性。这过马路应该也是直接闯就好，因为我没有看到任何的人行横道。那这边大家就可以看到那个浪啊，哇，它前面是有礁石，那么大一整块的，这好像是人为造出来的礁石吧？这水有点蓝蓝绿绿的，很漂亮。跟我那个看到过的加勒比海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这个浪呢，它其实很猛，会打到那个岸上来，甚至我可不要被淋湿了。但是可以看一下，现在太阳晒在我的背后，就晒背活动，很舒服。哇，这浪好大！昨天晚上断网前，我还在跟朋友说，我早上还在曼哈顿，然后晚上突然就到了这个地方，一下从城市到农村那种错觉，让我觉得有点不适应吧。但是今天早上看这个城市呢，你又会觉得很漂亮，就是很不可思议，感觉就是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来一下，虽然也不用来多次了，但是可以住几天，我觉得是一种很不一样的体验，跟之前所有城市，因为我在欧洲待太久了嘛，欧洲都是发达国家为主，那偶尔感受到第一次回到了农村的状态就很不一样，对，包括在东南亚，你说它落后吧，不是落后，不，就相对经济没发达的地区呢，它也没有像这么的原生态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我要等一下这个浪会不会拍到我？大家所熟知的呢，哈瓦那还是海明威的故乡之一了，它有一个很远的老宅吧，现在已经标为了那个文化遗产，但是它不在这边，大概要离这里开12公里。哈瓦那这个地方，你感觉古巴其实小小，但是它一开车就是20-30公里，其实还是蛮远的。但你租车，我觉得租车不是很方便，所以我没有租嘛，因为我怕它这些车在半路出现什么问题啊，包括道路上好像停车也还蛮，虽然好像路边一停就可以，但是我就对这种陌生的环境有点担忧，一个人毕竟是。看这些岸浪打在礁石上，有没有一种像西游记开头的几秒钟？话说回来，我对海明我读过他不少书，但是我其实对这种历史什么老宅没有兴趣，就什么故居啊。但我来哈瓦那呢，第一是看这个城市，第二呢是吃龙虾，第三呢是喝莫吉托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吧。那我现在住的位置呢，其实偏向市中心的，所以就很方便走到各种餐厅去。只是我现在因为感冒未愈嘛，所以可能还是悠着点儿。今天就不喝酒了。哦，还有一个冰淇淋也很好吃，也会去尝一下百香果。这里看起来像是一条主商店街，但是10点半两边的商店基本都还没开门，药店倒是开了。这里的店还是有点像农村批发公社这种感觉，就当年的。虽然我没经历过那个时代啊，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。对，他们现在这里依然是供给发货。这就是等会儿我要来吃那个冰淇淋，但现在还没开门。这家好像听说挺有名的，看起来这门面也是像样多了。这是什么变电箱吗？这种都裸露在外面，这样不停电才怪呢。在古巴的每一天中午，我都会选择睡午觉，因为外面实在太晒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好兴奋，这里停电了，终于停电了。歌也停了，电风扇也停了，什么都停了。但他们好像没有感觉到，因为我的房间突然停了，难道我是限时限电 ？Unbelievable！ 我看一下，没电，是真的停电了我。有点激动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大哥说要带我去买雪茄，我觉得是个骗局，但是我先录下来，让大家看一下。
反正我本来吃饭也要往那个方向走，先去那边看一下。当然无功不起扫，他肯定是吐一些什么东西的吧，让我们看看会有什么结果。其实每个向你搭讪的哈瓦那人都是想推销你东西，不是 boxing 就是古巴雪茄。这个老哥呢，最后带我去了一家喝莫吉托的餐厅，他们其实就是能帮你解决任何的事情，只要你需要，以此来赚取一定的佣金。脸皮薄就是很难做事儿，就让我们看一下。现在他带我来一家餐厅，然后他人走了，但是他把我留在这儿，我看看他们会搞出什么天价菜的。他这儿就是价格比较贵，但是也还好，那毕竟古巴能贵到哪儿去？所以我是愿意跟他走，也是因为这个。我觉得离谱也不会离到哪里去，除非他抢我，是不是？然后就点杯莫吉托喝一下吧。虽然就来都来了，我想也不好驳人家情面。这里的服务员人还挺好的。那综上，但刚才他跟我说有什么高息吧可以买，今天2点钟要找本地人买，比较复杂，我要去问一下我的那个 Airbnb 的老板。好处就是从2楼的阳台看出去是另一幅街景，换一种角度看古巴人当地的生活，悠闲又惬意，感觉还不错。它这边加了七喜，就雪碧，有气泡在里面，然后有很多超级多的薄荷叶和一点柠檬，酒精度不高，甚至我都喝不出酒精，但是感觉很清凉，尤其在这种热带。不早了，这酒还是有点上头的，哎呦，这我喝酒是脸会红的那种，但是不太会醉，但是这杯喝下去可能喝太急了，现在有点晃，眼神不坚定。然后还可以吧，也没有强买的那种感觉。中午实在是有点晒，太阳直射下来。这块地方是中心区，但不是老城。老城就是我们在比如说007无暇赴死里面那个片段，就是当然它是取景哈，就是老城是那个样子的。其实跟我现在 Airbnb 住的地方有那么一点像的，也没什么特别。那这一块的餐厅呢，看起来也比较高质，有点像是游客聚集，很多都用了英文菜单。刚才我去那家，它真的是西班牙文菜单，我搞了半天才看懂，因为也没有网嘛。就是这家小店叫吴什么，哦，是个披萨店，那我就不要吃，我要去另一家吧，那就去吃龙虾。叫什么 Six Taiwan Havana， 在这里不用担心海鲜的新鲜度，因为它肯定原汁原味。还碰到了另外一家从加拿大过来的华人，他们除了在哈瓦那之外呢，还要去古巴别的城市，似乎是一个自驾的行程，我感觉还挺勇的。这里看着是一个博物馆，军事博物馆。看外面有很多坦克之类的东西，而且它依然有一个永恒之火在这边点燃。古巴确实是啊，你要说跟战争啊这种东西冷战脱不了干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大家知道的关于古巴很多也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上嘛，不然这个地方也只剩一个雪茄了，是不是？By the way， 这哈瓦那那个拖鞋 Havaianas， 它是巴西的牌子，不是哈瓦那的牌子。对，那个拖鞋品牌已经做得很大了。这建筑很好看，感觉是一个很典型的古巴建筑。这边去了很多人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这是一个车站吗？但古巴也是有很多5星级酒店。在市中心呢，依然会有很高级的建筑和很豪华的跑车在这里等待着各种游客到来。这就是哈瓦那割裂的另一面。这上面的时间就代表我明天早上，如果你是找飞机的话，就得去打车了。它10点40分才开始第一班运营，从中央花园到机场走。中央花园呢，也不过就是很小的一片地。感觉更凸显的是这边比较高级的建筑啊，
这是海明威吗？还是什么古巴之父呢？我不知道。但现在太阳很晒，我打算回去。包括一只路中间的小狗，肆无忌惮，跑得越来越快 ，so cute。迎面的小猫，哎，它让路了，看样子还是两者相逢勇者胜啊，狭路相逢勇者胜。我比较勇。太热了，就在这儿走，我就不得不找阴凉的地方。幸好这里有很多一排排的房子，每次走到就要选阴凉的那一面走。当然说不发达的地方呢，就这儿依然有很多很多的垃圾，随处可见。当然也是因为这些房子不停的在拆吧，可能。Not good。现在开门了，我要进去看一下，当然人还蛮多的。蛮多口味的，我看一下。到了芒果和旁边的花生粒碎，挺好吃的，刚尝了一下。Yes。哇，超爽的这个，但我要防止它化，因为外面好热，得立刻啃掉它。2颗球是430当地的币，多少钱呢？大概2刀不到吧，10块钱都不到，8块吧，好便宜。哈瓦那的午后最是悠闲时光。其实我也不清楚，似乎这里的人每天都忙忙碌碌，具体在做些什么呢？反正我就是睡午觉，去阳台看楼下小朋友玩耍，一天就很满足了。有一说一，黑妹的比例身材是真的很好，腿也很长。古巴孩子的娱乐活动单纯而质朴，在哪里都能踢得足球，在哪里都能滑得轮滑，在哪里都能乘得凉，基本组成了他们午后的娱乐活动。现在有点早，不过先吃饭吧。有给我上一块肉饼，这个是牛肉，这儿的招牌菜之一，要大力推荐。对，最好给我好吃哦，不然我就杀了。哇，肉泥啊，要需要拌着吃。我想说这个东西又咸又难吃，这真的是当地人喜欢的东西吗？歌倒是很跟潮流啊。最后的账单也是真敬我爹妈，也就是说这一瓶水它要卖20块，在古巴，我真不理解了。这就是矿泉水而已，瓶子还是软的。The next morning， 大家早上好，今天要去老城区了。我想再不走就没机会，虽然老城离我住的地方有3公里。大家都推荐不要住在老城，因为老城有点混乱，有点破。虽然我也不觉得我住的地方有多好，但是现在这个城镇呢，就看起来确实是比我那边要旧更多一些，但是更古巴吧。我在说什么？其实本来就很古巴。看起来像是一个什么景点，那它其实好像是个大型的供需社。我也不太清楚，但大家都在这里排队。这是古巴的银行吧？这个建筑还是很大气庄严的。里面有多少钱就不好说。这个是叫什么？这个是雨果的展吗？在这儿还有这种展览的。但凡涉及到老城，无论是伊斯坦布尔还是像摩洛哥这样的地方，都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野猫。而在古巴，这类的野猫特别喜欢晒太阳。进入老城的打卡地区呢，这边就高级了很多，建筑颜色、街道干净度和宽敞度来说，都跟之前的那些路无法比较。甚至还有人在采访。这边是传统的手工音乐吧，古巴音乐很出名的其实。那现在这一片呢，基本都是游客，非常的门面化。
酒店也是这么跟我说，说这边就是整个古巴的 face， 这块接近了弗朗西斯科广场，接着就是老城广场，我接连会去那边看一下。尴尬的一件事是我没有带够美金，就放在我的酒店，我以为是，我没想到就是这几天其实花费挺大的，然后美金用的特别的快，我把零钱的美金全用完了，要开始动整的了，然后没有放到我的钱包里。那本来其实可以顺便去买雪茄，有个历史自然博物馆。Museo Natural. Museo Natural. Yeah, I see. Japón. No, Japanese? no, China, Chinese. 这里是古巴湾，穿过这儿就是那个海湾地区。连接着老城和对面那一片城区，我不知道那对面怎么称呼，但肯定也不算新城区。哇，海风很大，但很漂亮，现在蓝天白云。哇，你看这一片，你就不觉得它这里是古巴，你知道吗？你就觉得这里还挺高级，有点像是科托尔黑山那边。哇，还有很大的港口，这个港口呢，好像还有吨位很大的那种货轮。还有很多车，这真的不像是古巴，那是的 ，OK， 但太帅了，就是。我这好像停车场啊，我以为古巴是没有停车场。水家店。这整个还在造的圣弗朗西斯哥广场，应该说在修缮，不是在造。那这一片你看，它真的很什么呢？意大利、法国、欧式建筑，有很好的基建设施、房车栏、酒店，还有一些植物盆栽。甚至是垃圾桶，我觉得哇，这是游客聚集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回老城广场，它会是很 local 的那种感觉。结果打卡，这个老城广场跟现代这些广场没什么区别啊，造得很好，上面的小朋友甚至玩的东西都很高级 ，unbelievable。那其实我觉得古巴的门面不应该在这里吧，只是一个。就电影中描绘的那个门面，应该会是像更破的地方，就像我们住的那一块地方。好，那这边也就探完了，我要去吃点东西。古巴的这些路上的积水和污水，它是几乎没有排水系统，那它晚上又经常会下雨啊，甚至白天，它这些排水呢，就是靠太阳晒干它，就正午的阳光会非常的猛烈。现在晒到我背上，我感觉背上有40度，那它瞬间就可以把这些水给蒸干。那这也是这个城市比较神奇的一个地方，它确实没有排水系统，我看不到任何的阴沟、大水槽，更不要说下水管道了。非常有意思的是，这些栏杆就是它的保护栏，感觉是一个分界线，就踏过这一块呢，就会变成很高级的地方。而在栏杆的另一面，那就是很破旧的那种，大家懂。这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啊，感觉是一个结界。这个壁画总觉得在隐喻什么东西哦。所以出现的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如果它没有晒干，或许说它被两边的房子挡住阳光，晒不干的话，那个污水的混乱程度，大家可以想象，那它会造成我的鼻子很难受。所以我刚刚走进老城以后。我其实一直以为说我感冒还没好，其实发现可能是鼻子过敏。哇，这个 AQI 在里边不知道有多少高，很难评啊，各种脏乱。出来以后明显感觉就好一些。接着我要去我记载的另一家餐厅吃龙虾，是这儿吗？哦，好像就是这一家。这家店是一家夫妻店，
并不是很出名，但是性价比特别高，是我吃过所有龙虾里面性价比最高的一家。强烈推荐大家来这家店吃饭，我可以把这个店名写在评论区里，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。虽说哈瓦那有凯宾斯基这样的高级酒店，也有相关的商店街，但是这里的物资大部分还处于70、80年代供给供销社这种形式。我找了一圈，只找到最远的那个地方有雪茄，然后剩下的2个点都没找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我得再去问一下房东。正好现在太阳太晒了，可以回去睡个午觉再出来。那后面蓝天白云，你看多漂亮，但是地处的这个位置呢，就是很混乱。这天气在外面吃冰淇淋超容易化，然后我又不擅长舔，赶紧舔。推荐大家最好买杯子，不要买甜筒。再是太阳西下，很多人在这边钓鱼。我看到他们真的有钓上来小鱼，而且有这个礁石的情况下呢，你放线在那边，它好像就有东西会咬在那上面。我不知道是螃蟹还是什么之类的，但他们都不需要去甩竿的。今天等于说刚才我把雪茄也买好了，真是不好找。And 就没什么事了，等着明天飞机吧。明天早上7点钟，我已经约了出租车来接我。哇，真的很贵啊！我觉得这里的交通真来说的话，古巴真的是一个很 amazing 的地方，你不能理解很多事情，然后一边说着很讨厌美国，但是一边又要狂收美元这样子。而傍晚在海边吹海风也是一种极致的悠闲体验，只要太阳照不到，我可以在这里坐上2、3个小时。这有个倒掉的人偶，我真的吓死！刚开头看的时候。临近晚霞时刻，大家都下班回家，街上立刻变得更加忙碌。而今天因为还在停电，所以我很想知道该怎么样做饭。这家披萨店是房东强烈推荐的，在停电的情况下，他们只用了天然气，摸黑把披萨做了出来，也是非常的厉害。很扯的事儿发生了，家里还没来电，现在已经6点多了，太阳下山了。但是我们看到那边有一只狗子。他呆呆地看着我，我也呆呆地看着他，生无可恋的脸就是这副表情吧。我可以在黑暗中吃这个披萨，这个披萨刚才我啃了一口，非常的好吃，是我隔壁街买来的，很 local 的披萨，它也是在黑灯瞎火下做的。房东很好的给我拿来刀叉的，我真的有点，是不是有点像在监狱里面吃这个披萨？这边也是铁窗泪，我靠。但当太阳完全下山以后，停电还是带来了很大的麻烦。给了我一盏灯，只能先这样用了。然后今天他们的课也停了。OK， 那我就先挂一下，找个地方挂一下。出租车是房东给我打电话约的，大清早他就很准时的在下面等着我。说实话，这个还挺让人安心的。是要说再见的时刻了，这几天还真多亏了房东的照顾。因为天气每天都很好，所以我也能看到足够绚丽的朝霞。开出一会儿就能看到刚升起不久的太阳。每天都很潮湿，阳光将露水和湿气变成了水蒸气，仿佛起雾般朦胧，非常有意境。那古巴之行就到这里结束。最终我也很难评价这个国家，其实我觉得也不需要我去评价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推荐每个人都来一次。那下一期我们正式中美洲之行。墨西哥见。